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相信大家都听过台湾有一条隧道非常有名，叫做辛亥隧道。而它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在这里发生很多灵异的故事。而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，投稿者是阿拉丁神灯。3则短短的故事，来听他的分享。故事开始咯。这是发生在我高中时代的事情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一个夜猫子。正常的人都是朝9晚5的生活，而他是越夜越美丽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跟朋友出去骑摩托车夜游，结果朋友就提议说要去辛亥隧道飙车。当时都年少轻狂，哪懂得什么叫做害怕，只知道呢不敢去的话呢就是死啦。所以几个人呢就骑着摩托车到了辛亥隧道飙车。一开始都很正常，因为飙车嘛，所以大家都骑得很快。结果骑到一半，他就突然之间呢看到一个脸色发青的阿伯飘在他的旁边。一开始他不理会，就越骑越快，心里就想说，不会吧，我是看到了吗？但是不管骑得多快，那个铁青脸的阿伯都一直飘在他的旁边。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跟阿伯对到眼睛，那个阿伯呢还对他说骑较紧的啦。结果我这个朋友吓到，当然是油门吹到底，想要赶快出隧道。但是那个阿伯还是一直跟在我朋友的旁边。就因为这样子，我朋友一个害怕就摔车了。但是还好人都平安，只有一些外伤。而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高中那个时候只有 BB call， 我是半夜被 call 机吵醒的。因为我朋友被吓到不行，所以呢我叫他赶快去庙里收金。后来其他骑在前面的朋友是发现呢为什么他没有跟上来，返回去看才知道原来他摔车了。不过还好结局没有什么事，就是一些皮外伤。我想那个铁青脸阿伯应该也只是要警告这些年轻人，就是骑车要注意安全。故事2呢，主角又是这个朋友。这一天他同样又去夜游，但是我忘了他们是去哪里夜游。这一路上呢都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也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状况。只是夜游后没几天我的朋友呢身体就越来越不舒服，感觉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。原本他以为是重感冒，所以呢他去看医生，但是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，吃了药呢也没有好转。后来家人就带他去庙里收金，结果收金的师傅就问他说，你是跑去哪里招来了女阿飘。我朋友就会说呢，忘记是去哪里啦，只记得呢回来之后就很累，身体很重。收金的师傅说他会跟着你，是因为他觉得你很有趣。我朋友一听完之后呢，整个就愣住了。他就说，什么叫做我很有趣？别这样搞我啊，麻烦师傅帮我收一收。收金的师傅就回，还好这个女阿飘没有什么恶意，愿意离开，不然呢就不好收了。故事3呢，同样又是这个白目的朋友。这一次一样是夜游，他们一群人呢就说要去海边吹海风跟看海景。然后呢其中一个朋友就说他们家还有中秋节没有放完的烟火，顺便呢拿去海边放一放。所以几个人呢就买了啤酒、饮料还有零食，然后一群人呢就骑着摩托车飙到了海边。因为当时的时间是半夜的1、2点，所以到达海边的时候其实根本看不到什么人。因此这一群年轻人呢就随意找了一个沙滩坐下来，然后呢就开始吃吃喝喝聊天大笑。过没多久，我的朋友呢就说要去上厕所，于是呢他就往后走，随意找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，想说就地解决。就在他方便玩的时候，他的耳朵忽然出现一阵女生的
笑声。他下意识呢转头查看，但是四周呢根本没有人。后来他想，有可能是风声导致他听错了，所以也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又返回原地呢，开始吃吃喝喝，聊起天来。结果那个带烟火来的朋友就说，帮忙把这些烟火放一放好了。于是呢，一群人就开始点烟火，然后呢大声的嬉笑。突然间呢，就传来了一阵老人的声音说，啉就菜。结果我朋友又听到了，他马上呢就抬起头看了一下四周，没有其他的人。然后他又看了看站在他对面的朋友，但是他朋友好像没有听到这个声音，一样很开心的在点烟火。正当他觉得是不是自己有听错的时候，又出现一个女生的声音说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因为声音实在太清楚了，所以他又很仔细的看了一下四周，发现真的没有人。这个海边目前就只有他们这群人，但是他就发现在烟火燃放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好像有看到人形站在他们四周。所以呢，他马上拉了拉他对面朋友的衣服，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结果他朋友就说，没有啊。接着呢，他又说，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然后呢，他朋友就转了头看了一下四周，说，要看到什么？看到鬼吗？说完这句话之后呢，他又听到一声女生的笑声。然后他又看了一下其他的朋友，这个时候大家都突然停止动作。结果他又小小声的问对面的朋友，你听到了吗？对面的朋友没说话，只是点点头。接着他对面这个朋友又转过头呢，又问其他的人说，你们有听到吗？然后当下所有的人都点点头。接着大家就很有默契的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东西收一收呢，就赶紧绕跑。然后他们就骑车呢到了一个超商，整群人就在超商外面抽烟。其中一个人就说呢，他刚刚在放烟花的时候，耳边隐隐约约听到有女生对他说，多放一点。当时他也是转头看了一下四周，并没有看到其他的人，所以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后来直到大家反应都很奇怪，所以他觉得应该是遇到了。然后呢，我朋友就说，他从一开始就听到有女生的笑声，还有老人的声音，也看到四周呢有奇怪的人影。因此大家就在超商外面呢，等到天亮才骑车到庙里拜拜。后来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说，他之后被家人带去收金，而公庙的人说呢，海边跟深山这些地方本来就属于比较阴，你们一群年轻人半夜不睡觉跑去那边打扰别人，还不知道要怕，都不知道呢会不会引来什么麻烦。故事说完了。听完这些故事之后，我觉得晚上呢还是不要趴趴走比较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呢可能经过什么地方，莫名其妙就吸引阿飘跟你回家。下星期五晚上9点，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。如果有婚礼、尾牙、活动、商演等需求，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，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佳佳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